Hello，微中文版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他是小贺家树，他是小法轩哥，很高兴在这里跟各位见面。大家好，大家好。一次重要的成长，磨合，互补引导型，甜蜜虐心戏份。哎，我以为你会答这个。直球，等主动找对方，走不不出出角色。明目张胆胆的。哎，摩天轮，双人唱跳，双人唱跳啊！他说双人合唱还是唱跳？啊，双人合唱，合唱。那就我先问，好，问你啊，你觉得我什么时候最帅？不能说什么时候都帅。很客观来说，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你很帅。虽然我们平时开玩笑的时候，我会经常逗你，但是我心里一直还是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你很帅。一定要说最帅的吧，你比较认真的时候会比较帅，行，你不搞怪的时候会比较帅。第二个，我有没有做过什么事让你觉得我很烦？说一件具体的。其实没有，就是没有到会让我很烦的程度，因为我们相处的一直都很顺利，然后磨合的也很好。那真心话一点点烦也没有，一点点还是有是吧？没有吧？不能算，不能算，没有。第三个，如果你在我的手机里装一个防沉迷系统，我最该被限制的 APP 是什么？相册吧，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拍照功能吧，因为我觉得你拍照拍的不是那么的好看，怕你就是又菜又爱玩。第四个，如果有一天你醒来发现你变成了我，你最不能适应的是？我两个点都不能适应，一个不能适应1.80米以上，原来是这个感觉。二一个不应该很想体验一下吗？很想体验啊，但是就是因为没体验过这个感觉，所以一下不能适应。然后二一个，不能适应自己突然从这么宽的内双变成这么宽的内双。哎，行，第五个，如果有一天我不理你了，你会怎么办？有一天你不理我了，会怎么办？这个要问你吧，为什么会不理我？原因是什么？是你，我反问你。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可以说几乎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不是大概率，99%吧。最后一个，我做的哪道菜你其实觉得不好吃，但没有说出来？宫保鸡丁，因为其实你之前告诉过我。是的，因为就是最开始很委婉。最开始吃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味道，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后来因为大家一起吃饭的次数变得很多，他做饭的次数变得很多了之后，发现了原来有别的菜更好吃。我会觉得宫保鸡丁略逊色一点。该你了，你问我。我来问啊，如果有一天我和别人上了热搜，你第一时间会做什么？哎呦，我会把那个 app 卸载。你会把 app 卸载？对，我不看，过一段时间再下回来。好，很极端啊，很极端的男孩。好，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我们之间最大的默契是什么？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点，是比如说咱俩同时碰到了一件事情，咱俩的反应是几乎一样的，然后同时会抬起头看对方的眼神，就能差不多我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对方想什么了。好，第三个问题，你最喜欢我们拍的哪一场戏？为什么？那个就是这样的，因为那场戏的印象很深，而且对于咱俩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内心转变的那一场戏。有的，不管是情绪啊，还是情节呀，我都是比较。好，第四个问题，你手机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我的照片吗？可以展示吗？
看一下啊，我今天是偷摸拍了你一张，是不是最近的一张？找一下，见证大家有没有真感情的时候啊。哎，是有的，拍的你很嫩啊，我看看。这个允许展示，允许展示给各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化妆的时候，对，化妆的时候偷偷拍了一张，姑且算是吧。好，请算是吧，请落座。这一张，好，下一个。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话是你想对我说，但一直没敢说的？其实没有，因为我向来都是有话直说，所以我想到了什么就会全部跟你说，不会藏着掖着。OK。首先感到真的很荣幸，能参与这部杂志的拍摄，也很激动，也很忐忑了，就是怕表现的不好啊，或者当天状态有问题。我其实是兴奋居多，就是我会比较期待跟大家能够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因为是我跟小法哥的第一本书案杂志，我期待的心情会更多，然后我会更加兴奋，但也会有一些忐忑的心情，就是也害怕我们的表现没有那么好。我们觉得可以说都很喜欢吗？都非常喜欢。最喜欢的一套，你先。真的都很喜欢。就是让我选，我是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但是我真的都非常喜欢，都拍摄的非常顺利啊，非常好。我都很喜欢，但在所有的里面有一套我特别喜欢，就是我现在里面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就是外面那个草那。对，我们的最后一套，那一套是我今天所有成片里面最喜欢的一套照片，很时尚，很时髦，很前卫，很有挑战性。还是有一些风格的衣服吧，对，就是我会去尝试一些跟我平时穿搭可能不太接近的衣服，但是其实穿出来还是感觉还是很好看。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我们觉得，我和小法哥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比较挑战的是，因为可能要打破以往我对自我判断的那个舒适区啊，在服装啊、发型啊、妆容啊，或者说是拍照的动作、姿势上面，都会跟以往我们两个选择在平台上跟大家呈现的会有一些不同。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塞，哇哦，很简单啊。就他帮我挡酒的时候很帅。这是因为我本人酒量就是并不怎么样，就是也不太有这个能力，但是就是有人帮我挡酒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哦，帅。他沉默了，我在思考。2000 years later， 就拿前几天来说吧，前几天的一个事情。就是我陪小贺回了趟他的大学，然后是他载着我，他有一个小电驴，一个小的那种电瓶车，然后当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逛校园了，然后介绍了他平时的上课的路线。我的生活，对，所有的生活，生活轨迹，上课的路线啊，平时会待在哪一个操场啊，干嘛呀之类的，上学要走哪条路啊？对，然后我在你后座上，你认真的在给我介绍的这个的时候，真的吗？真的是很帅的。遗憾啊，本科毕业了，没有机会带你再逛一遍校园。但虽然就没看到你的那个正脸啊，因为都在后面，看到你那个天鹅颈了。谢谢。是这段。OK， 这个时刻吧。这个我认可。认可，我觉得很好啊，真的。首先是觉得他们很聪明，很有才华，能想出来这么合适的，这么吉祥。对，
寓意这么好的名字。然后其次是觉得这个名字太酷了，就是说中了我想要的。哎呦，也希望大家能够发家致富起来。其实是因为小贺是第一次演戏，他就抛除了所有技巧，就你很多的戏份，所有的戏份都是靠你一点一点带入你自己的角色里去体现的，所以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的那个真情实感，就是没有技巧，纯是靠真的把自己全是感情，就纯粹的把自己带入进去。这一点是在我以前的合作的演员里面是没有体会过的，全部都是真情实感，很少。我的荣幸。一定要说的话，因为我在戏里会有2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角色需要去揣摩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表演的过程里面，从我的内心或者角色内心怎么去区分开来2种其实是不一样的情感，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跟不同的2个人去演这个的时候，心里也一直要有一个信念，就是怎么去区分2段看似可能有点雷同，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2种情感，这个对我来讲会稍微有一点挑战性。在我们2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戏份拍摄结束之后，然后我会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因为就像小马哥说的一样，我是第一次拍戏，所以对很多东西我一开始是非常忐忑的，然后其实也不太自信，但是因为因为就是大家一直在帮我带入，包括我身边的这个帅哥哈，就是在这种情境下让我去相信让我去体会角色的这个感情的时候，然后拍完了我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我发现那个片段还不错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选对了，该来，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我其实是也是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戏份吧，因为当时之前排练的时候是会排练这些戏份的，然后到了真拍的时候就会更熟悉，但是经过了场景和道具啊任何东西的加持之后，我会觉得我进入角色真的变得更容易了一些，然后会带入更多的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演好这场戏，对于我来说也是有提升的，有很大的提升。因为通过这部戏我会学会了，就是我对于带入角色的感情的这一件事情会更有所提升。我先说吧，你先说。就是有一场是我们就有一场吵架的戏份是我做了红烧肉那一场，就是他当时甩那个筷子，一场分手戏，一场分手戏。然后很搞笑的是，他甩那个筷子的时候，要加上那个面部表情。好，我们给大家学一下，来，3、2、1，你还得撇一撇嘴再来一次。我看你对不对来？你撇的有点可爱了，你当时可不是这么，你当时撇的很那个什么，凶猛，我再来一次，很凶猛。 3、2、1，我们一起啊！哎，不，我要看你，我看对不对？3、2、1，不行，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放过我。是那场戏了，那场戏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很好。详细的大家可以上网自己找片段看啊。对。你呢？我其实觉得绝大多数的感情戏，我都会觉得他演的都非常好，就是眼神啊，包括肢体语言，都会让我能够更加进入到那个角色的环境里面。还是像刚刚小法哥说的，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拍摄经验，所以对演戏这个事情，更多的还是要靠去体验，去相信。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去走进一个可能和自己一本小说世界嘛，怎么走进这个小说世界里的故事，这个人物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是因为他每一场戏都演得非常好，过奖了，绝大部分的感情戏就是都能让我很快的带入到这个场景的情境里面，所以最后能够
擦出一些火花吧。所以我还是觉得，绝大部分的感情戏。我觉得其实是一段很简短的戏，是当时你腿还没好，躺在床上。哦，虽然那段戏很短啊，然后得知了妈妈去世的消息，那段戏我觉得我们俩都可以演得更好一点。这场戏非常遗憾的一个点，它是我们开机第一天拍摄的，就是我们在开机的第一天，演完了我跟他80%的，就是重要的戏份，包括就他有提到的一些亲密戏啊，可能像，蜻蜓点水，对，包括说红烧肉啊，或者说一些吵架争执的戏份，都是在开机第一天完成的。最遗憾的其实就是腿瘫痪了之后，妈妈去世的这一场戏，因为没有很快的带入到当时的情境里面，所以在演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遗憾。后来成片出来之后，我们两个有一起看嘛，因为那个镜头是拉远了，其实看不到。对，在表演的过程里，我们两个觉得还是挺遗憾的。其实，如果能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再去演这一场戏，我们俩都能够表演得更好。因为这种大情绪戏确实是很难。还有一个我会比较遗憾的点，就是刚刚哥哥有讲到，他说，红烧肉吵架的那一段戏，我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会演得更好。就是因为你可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这个体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有更加深刻的这个理解，所以再去表演这么一段，摔筷子啊，这个，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更加好的一个表现。我是没哭，对，但是，心里总归是会有一些，就是掺杂着兴奋，也掺杂着失落吧，都会有。虽然我知道我们日后面还会一直在见面的，对，但是说不上来，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感觉，就是兴奋掺杂着有一些失落。很坦诚的来说，其实我也没哭，因为预料之中，我本以为我也会哭，因为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这个感性它有一点滞后，我比较难受的那个阶段，其实是在戏拍完了之后，然后可能刚刚结束的那个1个月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的状态都比较的低迷。我后来在，我们两个逐渐熟络了之后，其实我还跟他分享过这个故事。我说在拍完戏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的状态都是很差的，因为我好像还没有能够从这个情景当中把自己给剥离出来，对，把自己给抽出来，所以我的情感是滞后的。虽然说当时是没哭，我没什么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待在一块儿，拍戏啊、吃饭啊、生活啊，就是七七八八的，我们都待在一块儿，然后不会有一种好像谁要消失了，或者谁要从我身边不见了的这个感觉。但是拍完戏之后，可能某一天我发现不在了，就是我会有一种怅然若失，我会有这个感觉，它是滞后的，所以杀青那天没有哭。会的，都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吧，有很多，不管是工作啊、生活啊、穿搭呀、什么，包括甚至是吃啊、喝啊什么的都会有。我们是很爱给对方提建议的2个人，就是也很不吝啬于去赞美对方，就是包括就是觉得对方有什么点做得特别的好，我们都会表扬，做太棒了，或者说觉得哪里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们俩的方式可能会不同一点。小法哥呢，他其实是倾向于只给，他可能会用他的一种方式，大家都也是很温柔的，他会用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告诉我，他觉得我害怕这样你会受伤，或者就是怎么样，或者害怕你会吃亏啊什么的。对我来说，可能我就会更加婉转一点，就是但也会给对方纯真。其实现在纯真真的已经很难了，这个纯真真的没有一丁点的贬义词的意思啊，没有一丁点。谢谢你。我觉得他是一个知世故但不世故的人，就是这点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拍过很多年的戏了，
然后这个过程里他也经历了很多可能比较辛苦啊，或者说比较复杂的阶段，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他还能是现在这么一个我觉得很有少年气的状态，会让我觉得很惊喜。知世故但不世故。之前刚毕业的时候啊，可能是技巧的类的东西会偏多一点，就是可能带入人物的情感呀、经历啊，可能没有那么快。当时也做了很多无用功，但是越拍就会越觉得，我可能更容易走进人物的内心了。就是不管是能深刻的体会到人物身上发生的任何事件，然后带入到我自己身上，就会演戏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吧。就变体验派了是吧？但我们其实一开始学的也是体验派，但是之前的时候是没有找到这个度的，但现在感觉越来越驾轻就熟。就是能带入人物的感情，能体会到他们生活中的不管是酸甜苦辣呀，还是各种自身的情绪，能更好带入。是有的，就是小贺每一次在跟我发自肺腑啊说了一些话呀，或者是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一样，小贺很纯真，而且他也很真诚。我和小马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每一次我意识到他对我其实是绝对坦诚的时候，会让我觉得靠谱。其实跟刚才那个抢答的一样，就2选1那个抢答一样。小贺给我的感觉其实是跟我是互补的。我那个选择只是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小贺来说是，我跟小贺来说的话是，他对我来说是互补型的。因为我是一个 I 人，然后平时在家里可能也闷。但是只要小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开朗，然后很快乐，在家里面上蹿下跳啊，很开，没有上蹿，我是猴，我是形容词，上蹿下跳啦，然后很开心的唱会儿歌啦。偶尔激动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展示一下我的舞蹈，我的形体，会展示一下形体，然后跳一段什么那种不知道什么舞种的舞蹈啊，就会带给我很多能量。我感觉我的生活是一步一步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往上走。我其实是家里挂的一个吉祥物来的。我其实很认同大家说的这一个，因为我觉得，小马哥他可能是在不管是生活啊还是工作上面，其实会给我很多建议。有的时候他会担心，可能我没有听进去。他真的很担心，但其实我都有把它就是放到那个肚子里去。希望我有的啦，只不过我需要去把它转一个弯，就是再把它吸收到我的胃里去，就是让它再理解的深刻一点。我是很认可这个观点，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他都有一直在引导我。会的，会的。会的，但是那些丑图，这以后只能保证我们尽量每一次能够外出的时候打扮的像今天这么齐整，对，打扮的稍微就是好看一点，我们时髦一点对，就不会有那种很恶毒的那种丑图啊。对，我们不把我们平时居家的那一套再轻易拿出去了。对，确实有点雷霆啊！看完那些，确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种。就是看完有些那些，早知道今天不出门。对，很震撼，就是给我们吓一跳那种。我觉得后面是一段时间吧，还会有很多机会和大家线下见面的，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觉得他说的对。再见，朋友们。